美国白宫周三宣布，拜登总统将于5月20号至24号访问韩国和日本，并出席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谈。这是拜登自去年1月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亚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还透露，将在几周内发表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讲，其中将涉及对华战略的诸多细节。分析认为，这一举措是为拜登亚洲行营造氛围。外界预测，拜登亚洲行的重点在于加强同盟团结，校准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三发表声明，预告总统拜登5月将首访亚洲，并勾勒出此次行程的基本轮廓。拜登将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举行双边领导人会谈，讨论深化安全关系、加强经济联系并扩大密切合作。随后还将在东京出席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谈。白宫表示，美方希望通过此访进一步加深政府、经济与民间之间的联系，推进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地区盟友坚如磐石的承诺。针对拜登访问韩日并探讨四边机制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及地区倡议应顺应大势，合乎民心，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不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损害地区国家互信与合作。四边机制充斥着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军事对抗色彩浓厚，有违时代潮流，注定不得人心。白宫没有透露拜登此访具体行程，但韩联社周五称，拜登将于5月20号至22号访韩，21号与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这是两人首次会面。拜登来访的消息让韩国舆论兴奋不已，因为过去美国总统访问亚洲大多首选日本，此次首先到访韩国，日程还拉长到3天2夜，可谓打破常规。韩媒认为，这样的突破表明美韩同盟正在加强团结。韩国一直希望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日本朝日新闻此前则透露，拜登将于5月22号访日，23号与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24号出席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议。有分析指出，观察拜登首次亚洲行的一个重要看点是，美国是否会将美日韩三方合作打造成印太框架下继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国安全伙伴关系后又一新的抓手。但是我想呢，韩国有他自己的利益考量，他有一些，他有这个朝鲜问题，特别是朝核问题，还有中韩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还有就是韩国从萨德问题上所得到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我觉得通过这些问题呢，韩国对于中韩关系的处理应该会有人比较谨慎的态度。拜登政府在今年2月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分析称，拜登亚洲行的主要目的仍是推进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和目标的印太战略。就在白宫宣布拜登首访亚洲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放风称，未来几周将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演讲。这一举措无疑是为拜登的亚洲行营造气氛。美国国务院顾问乔莱特周四也确认，布林肯将在不久的将来详细阐述美国对华政策。乔莱特还不忘再拿乌克兰问题说事，声称美中的合作空间在俄乌冲突之后日益缩小。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执政1年多来，因其缺乏正式的对华战略而遭到共和党人的指责。拜登政府曾表示，其正在制定一份独立的对华战略，但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该战略制定的进度面临重大干扰。外界预计，布林肯公开披露的内容恐怕难有新意。一位熟悉美国对华战略计划的消息人士甚至表示，布林肯在这次演讲中所要做的就是收集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的所有言论，然后公之于众。他运筹这个印太战略，实际上是想通过他既有的这些手段，在区域内的手段，进一步的打压遏制中国。但是他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之中的地位却越来越边缘化了。他最近在运筹印太经济框架，想要通过这个来补足他的短板。但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呢，他仍然坚持了一种排他性的原则，所以实际上最终他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在周二的听证会上再次炒作台湾问题，妄称台湾有所谓被侵略的危险。美国方面应该尽最大努力来帮助台湾，尽一切努力保护台湾免受所谓的潜在侵略。
美国借乌克兰局势恶意炒作台海紧张氛围已经是老调重弹，中方也多次提醒美方一些人士蓄意将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问题相提并论，是企图混淆视听、趁乱渔利，玩火者必将自焚。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当地时间周三就明确表示，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不可撼动的政治基础，也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秦刚当天通过视频的方式参加美国国会代表团首次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他在讲话中强调，希望美方信守50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承诺，停止掏空一中原则，停止纵容支持台独行径，停止在中美关系中打台湾牌。一中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没有这个也就没有中美的外交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不停地去明确这条红线。在向美方强调中方红线的同时，作为驻美大使，秦刚近期在多个纪念活动的公开场合中强调中美需要加强沟通和合作。秦刚周二再次强调，和50年前一样，今天的中美关系再一次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处在新的一轮相互发现、认知、调试、平衡期。当前中美关系严峻复杂，我们不能只盯着彼此的分歧，要牢记双方的共同利益，拿出战略远见、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在今天推动中美关系克服困难、战胜挑战、重建互信、重回正轨。秦刚强调，要避免用美国的尺子衡量中国，避免民主对抗威权这样意识形态化和非黑即白的叙事，避免用竞争简单化定义中美关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有不良看法的美国人现在占所有人口的80%以上，是历史新高。对于这样的民调数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这背后的原因是美方的一些政客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地对中国进行无耻的攻击，还有美方一些媒体跟风造谣，一些智库跟风抹黑中国。反华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的政治私利，肆意的挑动中美对抗和分裂，散布大量的政治病毒，这严重的毒化了两国的民意氛围。赵立坚同时指出，他也注意到一些报告显示，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维持中美交流，希望媒体记者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心所向，多发挥正能量，更好地发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信任的桥梁作用，多做为中美关系加分的事，少为那些毫无底线的美国政客充当污蔑抹黑中国的工具。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西方一些政客不断歪曲事实，蓄意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相关联，企图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为其干涉台湾问题带风向、找借口。英国外交发展大臣特拉斯日前在一场演讲中妄称要让北约保护台湾，这是一段时间以来美西方政客关于北约全球化最露骨的表述。中国驻英使馆回应指出，英国相关官员涉华言论十分傲慢、蛮横无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也发出灵魂拷问：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难道还要搞乱亚太、搞乱全世界吗？英国外交发展大臣特拉斯当地时间周三发表讲话，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批评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声称如果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西方将联合阻止中国崛起。他还企图怂恿北约介入台湾问题，先是说北约必须放眼全球，接着扬言先发制人，防范印太的威胁，然后干脆把话挑明，妄称要确保台湾能够保卫自己。对此，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周四表示，英国官员涉华言论十分傲慢、蛮横无理，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敦促英方官员停止操弄涉台问题，停止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以免给中英关系造成新的损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就表示，冷战早已结束，北约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理应审时度势，做出必要调整。北约明明是北大西洋的军事组织，近年来却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挑动矛盾。北约东扩对欧洲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影响值得反思。
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难道还要搞乱亚太、搞乱世界吗？环球时报社评认为，英国在脱欧以后，把全球英国作为战略目标，想当一个在全球有领导力的大国。几年的实践下来，所谓的全球英国似乎只是紧紧抱住美国。特拉斯想把自己打造成当代撒切尔，但如今怎么看怎么都像美国国务院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那我们看到，不光是英国，包括像澳大利亚、像加拿大等等这样一些美国的铁杆盟友，这些所谓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的这种国家，那么他们近年来都有这样一些类似的，在涉台问题上有一些非常躁进的，就是说在某些言行的尺度上，甚至跨越了美国给自己设下的这样一种边界的这样一种言行。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而特拉斯的言论只是北约黑手伸向中国周边的前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6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将邀请日本参加。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周三回应称，日方还没有做任何决定。而日本日刊现代周四援引首相官邸知情人士的说法称，布林肯的言论可以被视为未与日方做协调的唐突发言。报道还评论称，这一言论可以被解读为要求日本参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参加一个诞生于冷战时期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的峰会，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为日本与北约之间进一步搞配合打下了基础。不久前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外长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亚洲合作伙伴。日本外相林芳正出席此次会议。在美国部分政客搞以台制华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也借机以各种形式谋独。赖清德、游锡堃等台独顽固分子再次翻炒所谓旧金山合约，鼓噪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观察指出，绿营政客为谋独找寻的所谓法理依据根本站不住脚。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就在社交媒体称，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荒谬言论。国台办周五也重申，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已明确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周四是所谓旧金山合约生效70周年。近日，民进党当局举行相关研讨会，妄图拿非法无效的历史废纸混淆视听。周四当天，在台中一特展开幕式中，蔡英文副手赖清德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再次抛出旧金山合约，大肆鼓吹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周四表示，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荒谬言论。美国由于事先在1942年1月1日，由26个联合国家共同发起了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其中明确承诺绝不容许任何国家单独的和这些国家缔结军事停战和和平条约。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缔结和平条约，必须是全体一起缔结的。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呢，美国没有信守这样一个承诺，所以这个美国呢是违反了国际法这样的一个义务。管建强指出，民进党依据所谓的旧金山合约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是来自旧金山合约第2条，因为日本政府承诺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名义与要求。台独人士认为，既然日本已经放弃了，台湾就变成所谓的无主地了，进而由所谓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归属问题。而近年来，台独势力之所以持续翻炒旧金山合约，就是妄图借此否定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正当性，散布两岸互不隶属谬论，从而为法理台独寻找根据。中日联合声明里面有一条，日本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的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个领土，他表示一个充分的理解，对吧？和尊重。这句话后面有一句话，他要坚守波茨坦公告第8项决议。第8条的决议是什么呢？就是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各项原则都必须要遵循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国政府再次承认了台湾澎湖属于中国的。好，相关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赖清德声称，70年前签订的旧金山合约只规范了日本放弃台湾一切权利，并没有提到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那对此您怎么看？我注意到对此国台办新发言人马晓光的回应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而在我看来，赖清德这个发言实际上是赤裸裸地亮明了自己的台独主张。他不仅从旧金山合约相关条款引述出所谓的台湾历史地位未定论，而且延伸出了台湾前途未定论，也就是台湾不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不属于孙中山先生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台湾的地位和前途只能由2300万民众通过所谓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事实上，赖清德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与台湾前途未定论的核心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旧金山合约虽然没有详细说出台湾的归属问题，但是旧金山合约的法理依据是来自于二战末期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这2份重要的历史文件都明确规定了日本必须要在战后将台湾归还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而在抗战胜利后，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前，日本还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日合约。中日合约第2条明确规定，日本愿意放弃对于台湾的一切权利、权限与请求权。我想请赖清德先生睁开眼睛看清楚，当时日方是跟中华民国签订的中日合约，并不是跟美国、英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签订的。假如日方不是把台湾归还给当时的中华民国，为什么要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单独挑中华民国来签订这个合约？难道赖清德连这点逻辑思考与推理能力都没有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赖清德提出的所谓法理依据与逻辑链条根本就不值一驳。英国外相特拉斯表示，北约需要在印太地区预先遏制威胁，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友一道确保太平洋的安全，并确保台湾有能力保护自己。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认真琢磨了一下媒体报道出来的有关英国外相特拉斯的这番讲话的内容，觉得里面呢有这么几个说法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首先，大家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约，自从70多年前成立到现在，它都不仅是有明确的针对对象，而且是有明确的地域性的。也就是过去针对的是苏联，现在针对的是俄罗斯。在地域上，则仅限于保护欧洲地区的安全。这就是过去无论是奥巴马将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还是后来的特朗普与拜登搞的印太战略，北约作为一个整体都没有跟随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原因。即使美国反复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北约也不为所动。英法等国家派军舰到南海进行所谓的巡航，也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单独行动，并不是北约的行动。那么这一次，特拉斯明确提出了北约全球化的主张，也就是北约要从一个地区性的安全组织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安全组织，而且重点要针对印太地区。其实这极有可能就意味着，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英已经放弃了在印太地区另起炉灶组建亚洲版小北约的打算，而是要让北约直接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来，同时让日本、韩国等国家也相继加入进来。这就是最近美英提议韩国与日本参与北约重要会议的原因。那么第三，即使去年美英澳组建阿克斯军事同盟的时候，也没有把矛头直接对准台湾，而这一次特拉斯居然公然声称北约要承担所谓的保护台湾的责任。那么问题就来了，特拉斯这一针对中国的鹰派发言，究竟是一时兴起还是深思熟虑的？究竟是代表英国一家之言，还是后面另有背景？我认为显然是后者。因为美英不仅是特殊的同盟关系，
而且英国在全球战略上往往扮演了美国急先锋的角色，这一点从当前的俄乌冲突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俄乌冲突中，往往都是英国先放话，先采取行动，接下来美国与北约就会跟进。而且在英国外相特拉斯讲这番话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类似的发言。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则到访了日本，跟日本达成了要共同介入印太事务的共识。而在俄乌冲突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美、英、德等国家却一反常态，在印太地区挑起新的火苗，那就有可能意味着正陷于俄乌焦灼症状态下的俄罗斯，事实上已经对西方，尤其是对欧洲构不成威胁了。所以他们要把重心转移到印太与台海问题上来。我相信这也极有可能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势力最近蠢蠢欲动的原因。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基辅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在解除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困局方面，将有可能取得成功结果。古特雷斯在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中表示，联合国正在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包括现金、粮食和医疗用品援助。他还呼吁结束冲突，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建立和平。双方还重点谈及当前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情况。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将尽力协调亚速钢铁厂内相关人员撤离。During my visit to Moscow,President Putin agreed in principle to the involve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Red Cross in the evacuation of civilians from the Azovstal plant in Mariupol. At the present moment, I can only tell you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make it happen. I'm not going to enter into any comment that would undermine that possibility.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联合国方面正积极跟进，从全球抽调专业人员为协调平民撤离做准备。哈克说，将平民从亚速钢铁厂撤离宜早不宜迟，但这是极其复杂的作业，需要足够的准备时间。平民撤离的具体日期还取决于联合国与俄乌分别协商的结果。当然，联合国在国际救援方面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还有医疗援助等等一系列的方面的这些工作需要联合国和乌克兰政府对接。现在的乌克兰不仅仅是面临着经济压力，还面临着一个社会稳定和社会民生的问题。因此呢，多方面筹集国际援助对于乌克兰来说呢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古特雷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欢迎古特雷斯秘书长为缓和局势展开的斡旋努力，也欢迎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劝和促谈的努力。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坚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民主，不要霸权；要对话协商，不要单边制裁。要独立，不要选边站队，共同推动冲突尽快平息，和平早日来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周四，美国总统拜登还要求美国国会批准330亿美元的2022财年紧急补充资金，用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In order to sustain Ukraine as it continues to fight, I'm sending Congress a supplemental budget request. 根据白宫发布的说明，其中204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安全援助，并支持美国与北约盟国和伙伴合作加强欧洲安全。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假意促进和平，真实目的却是加剧俄乌冲突。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白宫宣布，寻求国会批准对乌克兰高达33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他同时宣布对俄新一轮制裁。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宣布申请追加对乌克兰的援助时
拜登呢，他说的很直白 ，Aggression will not win, threats will not win， 侵略不能赢，威胁不能赢。拜登就强调，战争成本不便宜，但是呢，对侵略低头的这个成本只会更高。白宫在向国会递交的预算申请件中明言，追加预算集中在采购弹药、装甲车、小型武器、扫雷援助、无人机系统等等。当然了，信中没有列明的这个标枪导弹也在拜登的采购雷达网上。他下周二呢就将专门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军工厂，为库存告急的标枪导弹来督战催货。美方对俄乌冲突的应对策略已经发生调整。那么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呢，就是要寻求打赢，而且呢是美国成为唯一赢家的那种打赢。拜登此时宣布加码对乌克兰的军援，是这样一个策略的延续，也可以说是显著的升级。那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乌克兰宣布的军事援助累计已经达到37亿美元，但是呢，这和拜登最新加码的这个援助数字相比呢，那就是一个零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会批不批呢？美方钱袋到底有多深呢？尤其美方最新公布的今年首季经济数据 GDP 呢，是按年下跌了1.4个百分点，显示美国经济已经有熄火甚至是衰退的迹象。那么美方还能不能拿出这么样一大笔钱呢？非常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经济数据太糟糕，美国总统反倒更加有动力来加码对乌克兰提供军援，去寻求在俄乌危机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美国 CNN 电视台分析说，周四是拜登的所谓灾难日，美国历届总统在第一任期都会面临中期选举的严峻挑战，而经济衰退阴影以及拜登本人低至40%的民调支持率，对于拜登统领的民主党人来说可谓是完美风暴。那么这是 CNN 所谓灾难日判断的由来，那么这也是拜登他追求所谓外部胜利的动因。如果美方不惜代价要成为打赢一方，那这对俄乌冲突又意味着什么呢？举个眼前的例子，昨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共同会见了记者，但是呢，记者会结束不到1小时，基辅市中心遭遇俄方新一轮的导弹攻击。古特雷斯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那么在这期间同时见过俄乌总统的国际领导人，而且呢，古特雷斯也明言，他这一次访问俄罗斯乌克兰就是为斡旋而来。他在莫斯科见俄外长拉夫罗夫时就强调说，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停火。但是我们从昨天的导弹攻击来看，结合俄乌顿巴斯会战的战场态势，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努力显然是没有奏效，而俄乌和谈的这个进程也已经中断很多天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总统拜登要不惜代价争取在俄乌冲突中打赢制胜，抛出高达330亿美元的超级钱袋，显然呢是已经做好了冲突进一步剧烈化甚至是长期化的准备。那么格外悲催的一点就是，正在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苦苦抗争的乌克兰，可能不幸将会沦为这代价的一部分。对此乌方恐怕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五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求真务实，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顽强拼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有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绩来之不易。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做好经济工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到位。
会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强化土地、用能、环评等保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要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要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抓好春耕备耕工作。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组织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保障城市核心功能运转，稳控安全生产形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会议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积极引入长期投资者，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要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回应外资企业来华营商便利等诉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会议还审议了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及其他事项。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海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疫情散发多发，一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次会议呢，可以说传递出了非常明确的稳增长的信号。那么我们看到三句话啊，就是稳增长、稳就业，还有稳物价啊。这个提法呢是比较坚决的。至于我们具体下面的这个操作呢，也有3句话，就是这个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我觉得这个中央呢也都做了相应的部署。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对于我们经济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家关切的一些问题呢，都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回应。我觉得这个会议整体来说干货非常多。国家统计局4月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4.8%，环比增长1.3%。而在主要指标当中，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此外，我国外贸顶住压力，一季度进出口总额达9.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7%，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较好基础，也充分反映出我国外贸发展的韧性。但随着一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3月以来消费、工业生产等指标明显回落，中国经济能否顶住下行压力受到关注。分析指出，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风险与挑战并存，而根据本次会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正是对现状有着清醒认识之下的理性之举。中国目前还是全球，就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还是一个最佳的环境。疫情防控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物流，可能会影响到供应链啊，但是现在我们呢，也尽量在
统筹两方面的影响，尽量把这个防疫对经济的影响减到最低。那么这个挑战毕竟是存在的，一个是疫情，再一个挑战的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乌克兰危机的问题，影响到这个对于全球的通胀形势的一个变化。我们外部的形势呢，可以说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的不确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五上午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做出最新定调后，当天中午1时许，新华社就迅速刊发报道，总台央视几乎同步全文播发。涉及金融市场方面，会议提到要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积极引入长期投资者，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受此信心提振，当天下午 A 股全线飘红，3大股指集体上扬，沪指强势回归3000点关口，收涨2.41%，创业板指重占2300点关口，收涨4.11%，深成指则收涨3.69%。受利好消息影响，港股当天也出现大涨，恒生指数收涨超4%。观察指出，中央在5一假期前吹响了防疫情、拼经济、保安全的集结号，市场表现喜人，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最好体现。